大家好，我是晶晶啊。在这次开箱之前，我先把这次的运输盒拆开。好。 这次开箱的是知名动画 Code Geass 的衍生系列作品，也是 Metal Build 的衍生系列商品 Metal Build Dragon Scroll Majesty Pure Energy Glen 是接续在 Code Geass Takano Rose 后面的故事啊。Code Geass 新 Ketsuno Armaria 中所登场的机体是由少女面所驾驶的一台机体，那定价呢是38,500日元含税，于2025年的3月发售，是由万代制作发售的。那这个呢是 Tamashii Nation 也就是魂限定的商品啊，也就是要在他们的官网上面才订得到的。那顺带提，台北定价呢是8,920元含税啊。 那接着我们来看外盒吧。这次盒子呢整体采取紫色配色。那盒子的正面呢是 Majesty 的 MVS 剑形态的姿势照，那右上方呢则是有厂商的 logo。那 Majesty 下方呢则是有 Metal Build Dragon Scroll 的烫金 logo。那盒子的下方左侧到右侧部分分别是作品 logo、授权图示、厂商 logo 以及防伪贴纸。那接着是盒子的右侧。 那盒子这个比较简单点，是只有我们 Code Geass 的 logo。那接着是盒子的左侧的部分，那左侧呢是有 Majesty 钢爪形态的一个姿势照，那下方呢只是有 logo 和品名。那我们接下来看盒子的背后，盒子后面呢是 Majesty 各种姿势的展示照，那又有标示右手3种不同形态的一个展示啊。那右侧标语 Pure Image G 口译组啊 Majesty 的。那这边的 Pure Image G 呢，指的应该就是我们的 Kuren Sensei Hakuyoshi。那中文翻译的话，应该可以直接翻译为红绿圣殿八骑士，不对。 直接我去举世天啦！那讲这段话台词的人应该会是由 Majesty 的驾驶员，也就是少女面的声优 Asakura Momo 去讲这个台词。对，因为目前剧情没有这一段，所以我不确定讲这个台词的人会是谁。但照理来说，应该会是少女 M 吧。那接着啊，那盒子下方呢，则是有警告标语和年限至15岁以上。那接着是盒子的底部。 盒子底部除了 logo 和品名以外呢，还有 Majesty 的背部特写照，蛮好看的。 盒子的顶部呢，跟底部是一样的，一样除了 logo 和品名以外呢，还有一个 Majesty 的 Star Man 特写照，真的很帅。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开箱，再来打开，我们取出套壳，这边是武装跟地台部分啊，有3个地台、武装跟它的。 线，那接下来是本体哦，超赞啊！保育龙盒装的，超赞。里面呢还有我们的说明书，这次说明书哦，好看呢，这次说明书，赞。好，那接下来就稍作一下整理。这边是本体所有配件，那一样啊，我们本体等一下再看。我们先看配件部分，这次配件有背包、能量翅膀1对、飞刃爪牙1对、右肩锥刺。 飞刃爪牙射出用钢索配件2个，支撑盾件 VS 1个，台座连接配件2个，支撑架1个，辅助支架2个，地台以及3对替换手。背包呢整体是以铁灰色和深蓝色为主，那金色呢和桃红色线条为辅。那在翅膀接口的地方呢是有可动这样子可以前后这样子。那另外一边的话也是可以的。接着是它的背盖的地方啊，它这边有凹槽，那这边打开的话。 打开呢，就可以还原出它那种飞弹发射舱的样子，然后有做一个基本的分色，银色跟黑色这样。那我把它盖回去之后，翻到背面，那背面呢这边也有一个这个呢是可以连接台座体件的接口的那个配件的，这可以接那个连接的配件。那这个本体啊，其实整体来说就是跟 Glen 是相同的就是 Glen 该有的功能，它其实这个一样是有给它的。那接着看能量翅膀。 那能量翅膀的配色呢，它是与背包相同的，2个是一样。接下来就是它有做联动的展开结构那就是上下这样拉开呢，可以展示出里面的能量翼，还蛮帅的这个过程也很顺很赞。那能量翼呢是透明件，那有加上珠光色去做一个涂装十分的好看整体的造型我也觉得是非常帅的整个翅膀造型很帅好，接着看飞刃爪牙。那飞刃爪牙呢是以深蓝色为底，那红色线条为辅。那在2侧呢有展开的机构可以这样展开2个都可以然后呢，他们在后面接上那个飞刃爪牙专属用的发射钢索的话呢，它就可以呈现出射出的状态了。那这也与原本Glen是一样的Glen是有这个配件的。 接着是右肩的锥刺，那这个呢是装在右肩的一个金色圆锥形的装饰配件那整体发射其实觉得还蛮不错的，但稍微可惜就是会看得到它的分膜线有点可惜。好，这2个呢是飞刃爪牙射出用钢索配件那这2个是可以装在肩膀上的，就是这2个地方是装在肩膀上，那这2个呢是装在飞刃爪牙它的背后的洞上面的。 然后现在是震动键 VS， 那它剑身呢是以橘红色的金属色涂装那手把处呢有金属绿做一个点缀剑身处呢是有开合的可动的它可以开合这样子。那这把呢其实也是跟Glen那把是一模一样的
那台柱的连接配件呢有2个啊，那这个呢是装在背包的，那这个呢是装在本体胯下，就是看到时候大家想要用哪种方式去支撑它啊，这可以去做一个替换。好，现在看支架的部分啊，支架呢有6处可动，在于金属桩、长度、角度的滑轨，那以及下面2个插孔的部分。那它还有3处呢是有做可固定的那种结构，那是在金属桩、长度跟滑轨部分。那它们就是可以调整完之后去固定住，让它可以变得更稳固这样子。接着是辅助支架2个，那个5处可动，这边有5处的可动，那是用于支撑翅膀、发射后的飞燕爪牙，又或者是武装手的造型啊，毕竟右手其实蛮重的。接着是底台，那底台呢，它是做那种亮面的黑啊，哇，超亮的，所以如果有指纹的话，其实上面也是蛮清楚的。那下面呢，则是Marucci跟 Kotogeass 的 logo 烫金。那在于它的2侧啊，有4个孔洞的部分啊，这4个孔洞呢是可以装辅助支架的。然后我们就放到背后呢，之后把这个推开啊 ，OK， 把这个推开之后，把这个桩拿下来，然后它这边就是可以去装上辅助支架。最后呢是左手的3个替换手型，然后都是金色的涂装啊，那分别是手刀、握拳和我震动键 MVS 的手型啊，这3个。啊，在这张本体还有一个张开手型，这样总共4个。我们来组装一下它的一些武装装备。那双肩呢装入飞燕爪牙，然后右肩呢装入右肩锥刺，然后它是有一个孔洞的啊，就是孔洞的造型要对好。然后背包的装，然后接入驾驶舱后面的洞，然后背包的左右两侧装上翅膀。好，那我们现在弄地台，好，地台装上支撑架。然后这边金属桩呢调整好角度，然后再把这个锁推回去。然后我们直接用背包的这个展示，这样支撑住背包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把 Marucci 背包的这个连接孔的地方打开。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孔跟地台这个装好接入，这样就完成。再稍微调一下角度。成功，这样就完成。那如果要装上那个辅助支架的话呢，我们就这样先把本体拿起来，先放旁边，然后转到底部，这样把要的2个孔洞先推开，在这个先装上辅助的支架。这样一个基本的样子就完成了。那这边是可以接飞燕爪牙飞索的，那就是这样，把飞燕爪牙这边拔下来之后。在这个地方插进去它的洞里面，然后展开，然后再把这个插移到飞燕爪牙的原本的座椅面上，然后往前翻，会摆一些造型出来啊。五支架这样接，这样夹着，做一个也算是一个造型固定的这样子。那这边呢，也可以去做这个手部的支撑了。因为假如平台的话，它其实是会会有点掉下来的，那就可以这样子打开。去把手部这样子做一个撑住，这样这样把手撑住，这样就比较不会掉下来。那我们接下来看本体的表现。这是Marucci的机身呢是取自 Guernsey 的 Hakushiki， 那头部造型则是有点类似高尔。那这次Marucci最大的亮点是在于它6手的转盘式武装，有3个形态可以做切换，分别是钢爪、MVS 剑。辐射波动机构，那这3种武装Marucci呢整体是以深蓝系的颜色为主啊。那头部涂装有做分色，在额头呢和胸前处的炮管内有做金属绿的涂装，耳朵的内侧呢有做造型还蛮好看的。那胸口和驾驶舱呢是金属红配色，胸口的绿色大眼内侧呢有做出枪口的造型，那外侧则是绿色的透明剑。那周围呢有蓝色的涂装看起来像是泪痕的样子背后呢有液压杆和弹夹的涂装还蛮仔细的。那4肢的关节和手掌呢是金色涂装，在手臂和腿的部分呢有桃红色的线条做涂装。话说官图不管怎么看，这都是红色的吧？那大腿的根部有做可动的关节，这关节呢是金色的金属色涂装，橘色的部分呢是做分色。右手转盘机构以金色、黄铜色为辅，转盘的凹处呢有桃红色做点缀，那中间有蓝色的透明盖。钢爪呢是金色涂装，那 MVS 剑是银色涂装加上金色线条的点缀，展开后呢剑身是金属红。辐射波动机构呢与 MVS 剑也是一样的，掌中的红色透明剑呢是辐射波动的发射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可动一般状况下呢头左右。没有问题，但它就没办法上下就比较没有什么幅度了。那它有做一段延伸的机构，就是可以把头再往外拉一点，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再做更多的那个头部的动作。那它这样的话抬头，幅度就比较高了，低头可以这样子。那转头一样是没什么问题因为完全没有干涉这样子。腰部呢可以往后仰大约是这样子。然后仰的时候呢会打开嘴部的结构那里面有做一些涂装还蛮好看的。那往后仰的时候呢，后面这个液压杆跟弹夹部分呢也会跟着做联动。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它左右呢可以这样子左右侧摆，
然后左右也可以微微的左右旋转啊，左右旋转也可以一点点。但是它就没办法往前了，它往前的话是没办法的，它不能往前。驾驶舱呢有做可动，向上拉一段，然后再往后打开这样子啊，里面就是一个驾驶舱的样子。这也跟原本的古典是相同的。然后飞燕出来的安装处啊，这边可以做旋转，然后这边也可以稍微左右摆动这样子。这边呢都有做往外的延伸机构，两个都可以往外拉伸。啊，可以这样的话，它整体的可动幅度可以变得再更多一点。右肩的肩胛呢，可以做一个翻起的可动。左侧手臂的根部这边啊，那一样有一处可动啊，这样可以前后的有一处可动，左侧可以这样子抬高平台。然后再的话就是在右臂的这边啊，手臂这边是可以做有一个平转关节，左侧呢这边也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有平转，然后接下来是手臂弯曲的部分啊，右手贴平大约是90度啊，因为会受到这个转盘机构关系、造型关系会被卡到。它可以往上翻啊，也可以往下一节这样子，有一个往下一节的可动。左手呢也是弯曲是没有问题的，左手弯曲这样子，贴平啊，左手贴平是没问题的。左手小臂地方啊，还有一串旋转的可动。手腕这边呢，也有一段联动的可动啊，就是你手腕往前的话呢，它这边这个装脚会跟着往前啊，有一个联动。手腕这边因为是球关啊，所以它的旋转一定是没问题的啊，旋转一定没问题。然后它的手掌这边结构呢，本来就是有往内的这个旋转的结构啊，所以往内也是没问题的。那往外的话就比较没办法，往外就会卡住。接着我们来看它右手的转盘机构，右手转盘第一号呢是钢手，那钢手的手指啊有4根都可以可动的。然后这个大拇指啊是真的蛮容易脱落的，所以把玩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手掌呢可以往内翻啊，大约90度左右啊，可以大于90度一点，可以往内翻。然后旋转呢也没有问题。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手掌稍微收一下。那接着我们抓着掌根的这个位置往上翻，然后把这个卡榫移开之后呢，等下就可以做一个形态的切换。那我们先切换成 MVS 键模式。然后这个转定位的时候会有咔的一声，然后我们再把它翻下来，然后转下来，转平。那最基本的就刚刚看到最基本就是它可以这样子，然后可以旋转啊，两个是都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来就是它键呢有一个展开的机构，上下拉开。上下拉开呢，对吧？里面的剑身就露出来嘛，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剑身这样拉出来，完成了那个剑的展开模式。那收回去的时候就是稍微小心一点啊，我们就是轻轻的收，啊，慢慢的推，慢慢的推，把它推回去。然后怕推太快会断剑，所以慢慢推回去。那推回去之后，一样再把这两个合上，这样就完成了。那我们这样把手呢往前翻，然后这样子转平90度，然后往上翻之后呢，再往上翻，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接着切换到下一个形态。好了，我们切换到我们的辐射波动机构啊，一样翻下来。辐射波动机构呢，整体它是一个球关啊，它的手掌处这边是一个球关，所以旋转上下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就不能像哥连那样把手掌射出去了啦，因为它没有做那个习惯在。然后它的手指啊，一样都是可动的，3根都是可以可动的。那如果想要把这个往回翻呢，就是要把这个翻到底之后呢，再把它翘回来之后，这样子，这样手指就往内了，3个都一样。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腿部的部分，腿部的可动呢，可以往上踢，它可以踢到胸前的部分，然后往后的话呢，也可以踢到背包的位置。腿的可动其实蛮好的。然后再的话，侧踢的话呢，会受到裙甲的干涉啊，所以它侧踢幅度比较没那么多啊，两只脚都是侧踢幅度比较没那么多。然后在大腿这个地方啊，它是可以做旋转的。然后在于大腿下方这个地方呢，它这边一样有一个摆动的关节，那也可以做旋转。它可以旋转，也可以摆动。然后膝盖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呢，它有一段小小的前后可动。然后膝盖这地方往弯曲呢，大概是这样。那如果把轮胎来往下扳的话，那这边的话就可以贴平。然后呢，膝盖这边是有2段可动的，就是它可以再往下拉伸一段，然后这样再做一个造型的变化。其实也蛮不错的。那接着呢是膝盖这个护膝的地方呢，它是一样有一段可动的。脚的部分可以左右翻折，然后脚尖呢可以往下大约90度左右。然后后脚跟呢也可以往上，往上大概是45度了。那最后呢是轮子的地方呢，它可以翻下来，然后可以超过90度120几左右。然后这轮胎呢是可动的，
因为这只本身其实就蛮重，因为毕竟有合金的材质在，所以它其实脚啊，你这样子放久了会造型如果没把它，其实会乱掉。所以蛮建议大家这种类型呢，就是都放在支架上面去做一个展示，会是最好的。毕竟真的还蛮重的这一只，所以大家把玩的时候呢，自己注意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知识与闲聊。好，那这次的 Battlefield Dragon Scroll Malicious Pure Engine Gooden 整体的表现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它大部分的阻尼感都做得蛮不错的，但膝盖部分因为它有做延伸结构，就没办法做成棘轮的那种设计啊，所以再加上它本身也蛮重的，所以如果你姿势如果摆的不是那种很稳定的，那很容易往后倾倒的话呢，都一律建议可以放在支架上去做一个展示，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它身上的线条啊，官图不管怎么看都是红色，但我不知道怎么实体看到之后是桃红色，这点我还蛮纳闷的，就是了。然后我原本其实想拿我的 Gooden 来做一个对比组去做一个对照的，因为毕竟它的身体跟 Gooden 是一模一样的嘛。但我的 Gooden 呢，在我柜子里面，然后被东西挡住了，所以呢，它暂时是拿不出来的。所以这是我觉得稍微可惜的地方，没办法做比较。然后它其他部分其实就没什么问题了。那这造型是真的蛮帅的，开枪把玩这个旗舰我其实是越玩越爱，那真的好帅哦。那前面有提到，这机车其实是跟 Gooden Center Hakushi 是相同的，那所以没记错的话呢，它的身体其实跟那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差在于我们要拿出来做一个对比组。那目前呢，新 Kids 呢，阿德玛利亚呢有在 Happy Japan 漫画和手游中登场。马来西亚呢在手游《罗斯石头》里面的建模啊，是我目前看过最好的，真的超级好，超级精细，你知道吗？然后它跟同期的新 Kids 去做一个比较，真的差的很多，真的差超多。那如果对于手游剧情有興趣的話呢，可以到 Hololive Daisuke Hatcher 的 YouTube 去觀看，因為他那邊有做羅斯石頭所有劇情的翻譯啊。因為原本其實是有中文繁中版，但繁中版後來倒掉了，所以對。所以如果想看剧情呢，这个只能玩日版游戏，或者是到他的 YouTube 去做一个观看。漫画呢是线上版啊，那目前是免费观看的，但是只有日文就是了。那 Happy Japan 呢有线上的，也有实体杂志的。实体杂志啊是它会有一个篇章的部分是留给 Code Geass 做一些类似宣传之类的啊。我目前看这几期的 Happy Japan 是都有的。那如果想知道 Code Geass 新的讯息或者是一些周边活动的话，有官方的 X 跟官方的一个网站，那连接呢我会放在下面资讯栏，有兴趣的话可以点一过去看看。那我的 Lancelot Beyond Zero 呢也到了，那之后会再找时间跟大家做一个开箱分享。那这次影片差不多到这边了，那有兴趣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我会在 IG 限动放一些跟魔玩相关的消息。那这期影片到这边了，加。